学校的后山竟然百鬼夜行，先是有变成章鱼怪的老师，而后是变成狐狸和猩猩的虎父二人。急急如律令，快来捉妖了！大雄沉迷折纸，无心点心。老妈听说大雄专心做事，更是要对大雄刮目相看。大雄拿着折好的纸飞机跟虎父二人展示，却遭到了一顿冷嘲热讽。大雄气不过，拔掉活塞，纸飞机就跟窜天猴似的旋转跳跃。落地后，胖虎凭借自己的负智商都看懂了原理。胖虎决定来波飞得更高，却用力过猛，拿着残破的纸飞机回到家，大雄哭的那叫一个伤心。人家可是要用气球造宇宙飞船登陆火星的。小孩子的梦想过于单纯，让蓝胖子笑得四脚朝天。既然没人理解，大雄决定还是回归那个只会睡觉的自己。为了给大雄打气加油，蓝胖子拿出了火箭吸管，只要把它含在嘴里再吹气，就可以把自己变成窜天猴。大雄心痒痒，一口陈年老气，直接给自己干了个大包出来。出门前还不忘给老爸来了个免费的洗剪吹。空地上正在进行棒球对决，眼看大雄就要被棒球砸头，大雄一口气助攻对方完成了全垒打，气得胖虎就要老拳相向。大雄轻轻一口，胖虎倒地不起。收拾完胖虎，大雄两人一口气玩起了空中芭蕾。可大雄得意忘形，笑掉了火箭吸管，差点把自己摔成人渣。意识到这道具对大雄有危险，蓝胖子决定收回，却被大雄反手吹出了2里地。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，吸管真人快打，从地面打到半空，再打回地面。要不是误伤了媳妇儿，这场战斗估计要打到世界灭亡。得知大雄有了上进心，学霸立马动手画了设计图，要帮大雄实现愿望。蓝胖子也拿出材质变换器，决定先用纸张做出飞船模型，再转换成铁制的。学霸负责画分解图，大雄负责裁剪，静香负责搬运，蓝胖子负责粘合，再配上火箭吸管，飞船就制作完成了。蓝胖子一通照射，纸飞机变成了铁飞机。蓝胖子牵着静香的小手登上飞船，大雄一口陈年老气，飞船成功升天。大雄又一次得意忘形，忘记了吹气，飞船直线下坠，只能换上靠谱的学霸来当工具人。大雄的梦想是飞向宇宙，可这明显是不可能的。转而求其次，蓝胖子决定在后山造个外星球。飞向后山的飞船被虎父二人看到，蓝胖子掏出假扮宇宙探险头盔给众人戴上，后山竟然成了一颗绿色的星球。没人有飞船驾驶证，着陆时差点把众人震出画面，但总算活着登陆了。周围奇石怪山，更有着千年古树，怪鸟飞过，小伙伴们震惊不已。只有大雄说那是后山的麻雀啦。满心期待的冒险，大雄却老是说大实话，破坏气氛，就连静香都忍不住了。众人再次踏上旅途，静香竟然发现了后山文明。突然一头章鱼怪出现在眼前，吓得大雄让蓝胖子赶紧拿道具毙了他。众人试着跟怪兽交流，可在虎父二人眼里，怪兽却是老师。看着只知道玩的众人，老师气得就要自爆，吓得小伙伴们嗷的一嗓子撒丫子就跑。这时小夫发现了飞船，可在大雄眼里，狐狸和大猩猩竟然成精了。飞船被二人抢走，众人只能带着竹蜻蜓在后面追，眼看就要追上。胖虎决定靠自己作为歌手的铁肺来吹气，可却吹出了2条大鼻涕。这下小夫宁愿摔死也不愿被恶心死。宇宙太危险，俺要回地球。小伙伴们觉得火箭吸管和折纸配合还能造出什么东西呢？不要走开，下集更精彩。大雄的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却被小伙伴们奉为大雄真男人，可这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却没有提前告知老妈，惹怒老妈。大雄会被老妈怎样特殊对待呢？操着最多的心，说着最狠的话，老妈狠心一句，我才没有你这样的儿子，反倒让大雄的小暴脾气上来了，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回到房间，就开始打包行李，决定来一场说走就走的离家出走。只怪老妈无情冷酷，无理取闹，还不忘拿走蓝胖子的口粮，希望自己这一走，老妈能认识到大雄的独一无二。最后跟蓝胖子来个正式道别，就走出了家门。蓝胖子还在怀疑大雄顶多坚持3分钟，可下一秒大雄就回来了。原来大雄想着离家出走，却又惦记晚上更新的陆幕动漫，而且晚饭的问题也没解决，决定离家出走到晚上6点。但这点时间根本不足以让老妈坐立不安。但不是还有蓝胖子吗？蓝胖子拿出时间延长光线，只要用它轻轻一照，就能让10分钟变成1小时那样漫长。大雄潜入老妈身后，对着老妈就是一波电击治疗，这才放心的大步迈出家门。从来没有的自由让大雄神清气爽。路过空地，看到虎父二人，当听说大雄要离家出走，
胖虎不仅没有老拳相向，反倒夸大雄真男人。小夫更是说，要不是惦记家里的财产，也早就离家出走了。原来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啊！两人决定全力配合大雄，这就是男人的友情。胖虎把大雄藏在了自己的房间里，让他把这儿当成自己家。小夫更是发动超能力，要承包大雄的衣食住行。此时的大雄已迫不及待想看老妈的囧样了，悄悄潜入院子，却靠到老妈追着剧吃麻香。原来大雄才走了30分钟，对于老妈来说才3小时，大雄只能无奈离开。可自己老跑来跑去也不是个事儿啊！蓝胖子只能拿出间谍卫星，让大雄躺着也能监视老妈。过去45分钟了，此时的老妈怀疑大雄又出去疯玩，决定今晚要来报女子单打，这更坚定了大雄不回去的信心。可下一秒，老妈就来到空地询问虎父二人，可为了大雄这个真男人，只能对大雄妈撒谎了。而静香跟他去拉了小提琴，也有不在场证明。看着老妈开始慌张，大雄吃的那叫一个欢。蓝胖子本想安慰下老妈，却被指着鼻子说冷血，就连996射出的老爸也没能逃过。咱家娃丢了足足90分钟，给老爸整的不知道如何接话了。夕阳西下，老妈已经跑到警局报告失踪儿童了。可当警察听说只丢了2小时，只能不失礼貌的来个微笑，哪里都不管。老妈的怒气直接传千里，如果今晚大雄敢回来，就要把他大卸8块。给大雄吓得就要回家认错。不嫌事大的虎父二人怎么可能轻易让大雄放弃，用拳头把大雄逼回了房间。还好蓝胖子来救场了，因为老妈可怜的连蓝胖子都看不下去了。此时的老妈双手颤抖，哭着跟神明许愿，愿用自己的生命换取大雄的平安归来。看着大雄回来，老妈颤抖着冲向大雄，什么说好的女子单打，在此刻都只剩下大雄平安无事就好。小伙伴们记得不要惹妈妈生气哦，或许你们现在不会懂，但当你们长大后就会知道妈妈的辛苦了。不要走开，下集更精彩。都说猫头鹰是白天睡觉夜间觅食，可人家大雄的猫头鹰却不简单，大白天不仅对同学上下其手，还跑去银行堵门问人有钱没。单纯的孩子咋就变得如此猖狂了呢？水冰月即将被老妖婆献祭，危难时刻耶里夫假面从天而降，左右开弓，分分钟救下了水冰月，而后一个帅气的离开，再脱下礼服，化身平民，与水冰月过上了没羞没臊的生活。这就是神鹰侠的最新剧情。看到大雄也想来个变身，可蓝胖子觉得这孩子多半是有点病，但大雄觉得既然是病，那就得治啊，逼着蓝胖子拿出了猫头鹰侠套装。可光看这身行头，感觉弱爆了有没有？最主要的是巨丑无比，大雄穿上套装直接就来了个信仰之跃，可却跟想象中的飞有点差距。蓝胖子赶紧提醒要用游的，大雄手脚并用，还真就飞起来了。可刚游出去2米，大雄就累虚脱了，决定试试力气，拿出传说中的板砖就是一拳，板砖是碎成渣了，可大雄的手也差点骨折了。原来这身行头是未来的玩具，只能稍微提升能力罢了。但大雄已经开始做白日梦了，幻想在静香危难之际及时赶到，然后一记动感光波击败敌人，而后留给静香一个神秘的微笑，飞身离去，再去拯救皮糙肉厚的胖虎，避免了他被当成晚餐肉。接着是救下摔下40米悬崖险些变成人渣的小夫。当3个小伙伴讨论这名盖世英雄时，再不小心的遗落行头，让3人发现，把自己奉为神明。大雄光是想想就变得骚里骚气的，转身就要去拯救世界。大雄来到空地旁，就要等着胖虎一言不合开启暴走模式，然后自己闪亮登场，从胖虎手中救下媳妇儿，顺便将胖虎甩飞2里地，最后收获静香与小夫的爱。大雄想的是挺开心，可却被3人当成变装怪叔叔。结果转眼间，胖虎成了由于面对恶势力的英雄，大雄反倒成了人人喊打的怪人。大雄愁得脑仁疼，可他膀胱一扫，发现了班里不老实的人，躲在暗中观察，期待着出场的机会。可男生上下其手就是不出击，看得大雄都忍不住了，要男生展现本性，还亲自上手教学。结果又被当成变装怪叔叔，遭到了群嘲。大雄身心俱疲，决定先睡个觉提提神。这一睡还真让他想明白了，坏人不就最爱钱吗？那银行准没跑了。这时银行走出一个人，大雄决定当私人保镖。路遇凶狠之人，大雄就是一个眼神杀。可大雄这么怪的行头，谁看了不害怕啊？大叔加快脚步，大雄也紧随其后。大叔吓得嗷的一嗓子就开始玩命跑，眼看跑进了死胡同，只好放弃。大雄一个闪亮登场，
结果人家大叔刚存完钱，现在根本没钱，大雄直接转身走人。这次大雄更直接了，上去问人家小姑娘取了多少钱出来，结果被一顿猛砸，大雄只能再次逃跑。这时听到了呼救声，感觉终于到了大显身手的时候了。大雄破窗而入，却跟一家人大眼瞪小眼。刷个剧，这咋就遇到变装怪了呢？大雄再次逃跑，脱下行头，说什么也不肯再当英雄了。结果出门散散心，却听到了奇怪的传言，城镇中出现了一个调戏女生还抢银行的猫头鹰侠，所以他们说的这个人会是大雄吗？